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预约量冲破350万，逍遥谭松韵对的侯明昊破防，仙侠不苦情互对。谭松韵和侯明昊主演的《逍遥》刚开播就炸了热搜，这剧愣是把仙侠剧从三生三世哭唧唧的套路里拽出来，塞进了互对脱口秀的壳子里。央视8套近10年首部仙侠剧，预告片播放量直接飙到1.2亿，预约量冲破350万。网友连官微评论区都挤成了许愿池，信女愿吃素3个月，只求首播不跳票，建议改名《肖申克的救赎之我》，在天宫当社序。逍遥的剧情开局就是王炸，100年前，灵族领袖红叶侯明昊是和人族公主宁安谭松韵是大婚当日，新娘一刀捅穿新郎心脏。100年后，人族少女逍遥谭松韵分世，意外唤醒红叶元神，两人被迫组团寻找神器昆仑镜碎片。但你以为这是苦大仇深的虐恋？编剧反手就把剧本改成了喜剧，红叶银发红衣走高冷妖王路线，结果天天被逍遥对道破功。他放狠话，再瞎掺和，信不信我让你魂飞魄散？逍遥立马叉腰回怼，巧了不是？你这命里就缺我这么个专门拆台的种。两人探案冒险的日常更像仙界版向往的生活，一个被迫营业的妖王，一个摸鱼捣乱的闯祸精，边找神器边互掐。网友辣评：这哪是宿敌重逢，分明是傲娇老板和摆烂员工的职场相声。谭松韵这次彻底甩掉了甜妹标签，她一人分饰两角，前世的宁安公主背负族群使命，大婚首任爱人时眼神决绝又痛苦，转世后的逍遥却是贪财怕死的江湖小机灵鬼。黄衣造型被夸在桃黄容，白衣战损装又仙又飒，最绝的是白发战神造型。预告里他一滴泪砸穿9重天，眼眶通红却杀气逼人。网友惊呼：这哪是眼泪，分明是硫酸腐蚀我心吧！侯明昊的妖王同样颠覆传统，黑衣银发配妖纹，战损装细腻到血管如冰裂纹，瞳孔玉底秒变树瞳，兽性张力拉满。但真正戳人的是他演出仇恨下的挣扎。面对逍遥时，嘴上放狠话，眼神却藏不住温柔。那种恨到极致却下不去手的纠结，让观众边哭边嚎，变态的好带感。狂飙导演徐纪周第一次搞仙侠，直接玩起悬疑加权谋。剧情里人族与妖族的100年纷争，背后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赵丽颖客串的玄机表面是超然仙子，实则是操控两族自相残杀的幕后黑手。连宁安刺杀红叶都是他的威胁所致。徐纪周还把自己擅长的现实主义细节塞进仙侠，剧组包下浙江仙居整座山谷，耗时数月搭出2万平米的万灵谷，妖族吊脚楼的茅草屋顶都用防火材料仿出枯黄质感。镜湖水下装灯光系统，拍昆仑镜现世时湖水会泛蓝紫光晕。连法术设计都拒绝五毛特效，妖族法术偏暗黑植物系，人族侧重符文阵法，每个打斗场面都有逻辑支撑。逍遥的视觉风格直接甩开塑料感仙侠10条街，蟠桃会场景复刻敦煌壁画，色彩浓烈如流动的瑰宝。9重天用全息技术打造沉浸感，观众吐槽站屏幕前都快踩空坠云。美术团队是长安12时辰的原班人马，万妖谷的瀑布书架仿蜻蜓翅膀的灯具，甚至青苔石阶的磨损度都经得起特写镜头考验。服化道更是细节控狂喜，灵族服饰纹路暗藏血脉符号，人族铠甲参考商周青铜器形制。谭松韵的半妖血脉通过衣襟渐变色暗示人族淡黄与妖族暗红在袖口交织，隐喻他身份的矛盾性。逍遥最狠的是把仙侠剧从恋爱脑拉回人性博弈，剧情核心玉礼泉设定成欲望的象征，人族贪长生，
要足求力量，而逍遥的纯粹之心成为破局关键。红叶与逍遥的关系也不靠撒工业糖精，而是通过副本式案件推进。比如妖族婴孩失踪案揭露两族互相拐卖幼童的仇恨链，神权毒杀案指向高层为夺权不择手段。就连反派玄机的动机都超越脸谱化，他挑起战争不是因为事权，而是曾被两族背叛后对人性绝望。这种恶的复杂性让观众边骂边理解，原来仙侠剧反派也能让人共情。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的裙装之美，全新视角的惊艳绽放。谭松韵一直以来以其清新可爱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当她穿上裙子的那一刻，真的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以往我们熟悉的谭松韵多是休闲简约的打扮，而这次她的裙装造型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全新美的大门。那一条条裙子，或优雅，或俏皮，在她身上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韵味。据时尚界人士透露，谭松韵在选择裙装时非常注重细节和材质，所以每一款裙子都能与她的气质完美融合，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专家分析，谭松韵的美不仅在于裙子本身，更在于她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和亲和力。这种气质使得她穿上裙子后更具魅力。然而，对于谭松韵的裙装美，大家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有人惊艳于她的转变，称赞道：“谭松韵穿裙子简直美出了新高度。”但也有人觉得这只是造型团队的功劳。但不管怎样，谭松韵的裙装造型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它让我们明白，美是多样的，只要勇敢尝试，就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谭松韵华丽蜕变，展现女性魅力与自信风采。谭松韵最近的状态变化让人耳目一新，她看起来瘦了很多，纤细的腰身散发出十足的女性魅力。最近一场活动上，她以一头长发亮相，让人不禁为之惊艳。在新剧《蜀锦人家》的宣传现场，谭松韵身穿一袭淡蓝色的闪亮吊带礼服，搭配古典半扎的发型，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从远处望去，她的腰身显得格外纤细，下身娇小的比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如今一头长发的谭松韵，无论怎么看都充满了女性的魅力。与她之前的青涩形象对比，现在的她变化非常明显。尽管成熟了许多，脸蛋上依旧带着些许稚气。从她那修长的肩膀和优美的背部线条来看，谭松韵很可能是在进行健身锻炼。作为一名女演员，保持身材的自我管理做得相当出色。虽然大家都说她个子不高，但她对自己的身材却很有追求。看来长发确实能让女性增添不少性感魅力，短发的她看起来过于稚嫩，这也让古装剧显得更为吸引人。希望今后她能多尝试一些长发造型，实在是太好看了。谭松韵的转变不仅是外形上的变化，更是一种气质的提升。她用心打理自己，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和魅力。这样的蜕变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为她点赞。每一个风格的尝试，她都在诠释着属于自己的个性与智慧。希望她在未来走得更远，保持这种美丽与自我追求的状态。